那如果我接手了穆家的生意，难免会和谭司令经常打交道，我怕引起督军府的猜疑。这样的话，倒是让你两头为难了。所以，不如我主动辞职，置身于他们的纷争之外。做生意嘛，就得不偏不倚。爸。哦，婉晴。我听穆管家都说了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好，说说你的法子。现在日本人高买低卖，想抢我们的生意。依我看，我们不如放弃棉纱贸易，把生意都让给他们。你的意思是以退为进？是。如果我们放弃棉纱贸易，那我们的客户自然会去找价格最低的棉纱。那如果他们都买日本人的棉纱，那他们这高进低卖的把戏还能玩多久？就算是金山银山，也耗尽了呀。问题是我们的工厂得停工啊，工厂停工的损失那可是巨大的。我们用不着停工，我们只是把生产出来的棉纱先囤积起来，等他们的钱花完了，棉纱供应不上来了，我们就马上占领市场，反败为胜。是个不错的办法，可唯一的风险是，我们不知道日本人能够撑多久啊。我相信他们撑不了多久，像他们这样烧钱占市场，肯定会节省一切内部开支，那必定会克扣工人的工钱。之前在天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工人们引发了罢工，但天津是日租界，所以日本军队给平息下来了。但是在上海就不一样了，在上海他们根本就无能为力。樊强，看不出来，你还是一块经商的好材料。发薪水了，发薪水了！快来拿薪水啊！都有，别抢，都有。对呀，怎么少10块啊？是啊，怎么就20？应该是30啊，怎么就给我们20啊？刘管事，我们钱怎么少了？我们说好的团契上的工资是30块，怎么就给我们发了20啊？给你了就拿着，就是啊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每一块钱都有我们自己的用处，你少给我们10块钱，你说这10块钱是不是让你给我们扣了？你少给我胡搅蛮缠啊！嫌少啊？嫌少你别干！刘管事，就干你给我走！说的，这工资商量好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哪能你想给我们发多少就发多少呢？就是啊，都给我干活去，不想拿钱了！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说清楚！你是干什么？你们啊？开酒！工人们都已经罢工3天了，连仓库都被工人们锁了，棉纱交易根本就无法进行。之前因为穆家纱厂停工，我们还临时接了很多单子，根本就没法交货。现在很多买主向我们打电话催货，有的还让我们补偿损失呢。穆家现在是以退为进，想给我们个下马威。开酒！今どうしましょうか？帮我约一下穆志远，他这么做无非是想逼我们让步。既然如此，我想看看他的条件是什么。嗨。婉清，
爸，您找我。快来，婉清，坐。婉清，你判断的不错，日本人果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他们垮得比我想象的还快，可见对工人的剥削到了什么程度。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婉清，你没做过生意，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我之前在日本就学完了经济学，后来又在东京的期货交易所实习过，所以像他们这种急功近利的手段，我见得太多了。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意，要是忘了买卖的本质是赚钱，不愿意稳扎稳打的经营，那失败是早晚的事情。你才20岁，就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。我是16岁的时候被大学特招的。婉清，这些事情为什么没告诉爸爸呢？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，就不太好意思开口。来，婉清，坐过来。婉清，你是爸爸的女儿，怎么会是寄人篱下呢？爸爸知道，这些年欠你和妈妈的太多，可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。爸爸现在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你是爸爸唯一的亲人。爸爸希望你能够帮穆家打理生意，穆家的将来全靠你了。爸，你也操劳大半辈子了，我这个做女儿的也是时候分担了。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可如果要是帮爸爸打理生意，要不要和光耀先通个气？你毕竟是光耀的私人秘书。我觉得我要是接手了穆家的生意，还是辞去秘书的职位比较好。为什么？现在上海主事的是谭司令，爸你也知道，徐督军一直对谭司令有防备，派光耀哥去当督办也是为了盯着他。那如果我接手了穆家的生意，难免会和谭司令经常打交道，我怕引起督军府的猜疑。这样的话，倒是让你两头为难了。所以不如我主动辞职，置身于他们的纷争之外。做生意嘛，就得不偏不倚。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啊，爸爸都没想到这一层。我身上流着爸爸的血，当然是跟您学的呀。哦，那爸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想必日本商会的那个山下会长，现在正在往工部局我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呢。爸爸留在家里呢，就是不想接他的电话。看来爸爸是已经有主意了。婉清，如果让你来决定，你会怎么做？